金堂，去沏壶好茶送上来。哎，秋晨，走。什么？让我给他磕一个？怎么了？凭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这事儿，咱俩算是把小罗子给得罪透了。你看见没有？不光是他，就连永海他们都跟咱们拽脸子了。要是不拿出个好态度，哼，别说以后，就是眼前咱也渡不过去。不是他有主意吗？他出的还什么主意啊？再说我一二掌柜，给他磕一个。我告诉你，咱们季风楼能不能渡过这个难关，全靠他。叫你跪你就跪，不跪我踢倒你得跪。甭想，就不跪。你跪不跪？不跪。不跪是吧？啊，行，我跪。你呀也甭闲着了，打扑给走人啊！这次你跟季风楼就没有任何关系，甭想你姐再帮你。至于的。掌柜的，都来了。金堂啊，姓张、永海、学堂都来了。来，喝茶喝茶。今天叫你们来啊，就是想跟你们说一声，咱们季风楼啊，开不下去了。我准备把它给关了。叫你们来，就是叫你们领点钱，各自回家吧。啊。您再想想办法。哎呦，这要是有办法啊，我就不叫你们来了。宋将军这会儿啊，咱们谁也接不了。唯一的办法啊，就是关门大吉，各自逃命吧。学堂啊，这最后啊，我还想麻烦你个事儿。姚先生那儿啊，我是没脸见他了。这姚先生跟大小姐都很器重你。你去跟我说一声，就说呀，我汪某啊，难以为继，只能如此，无颜见人，愧对于他呀。啊，下辈子吧，我就是做牛做马，再来报答姚先生他老人家。啊，永海呀，你在咱们季风楼干了这么多年呀，这季风楼一关门，你还得重新找活。老哥哥对不住你呀！啊，您别那么说，老掌柜。姓张啊，金堂啊，你们都是好伙计。可惜呀，咱们季风楼遭了难，留不住你们了，对不住了啊！老掌柜，您别这么说呀，这要真散了，我们大家伙心里也不好受啊。哎，秋晨呐，今天这个事儿啊，咱俩贪生怕死，把小栾子往外推，这不是人干的事儿。你刚才不是说小栾子来了，跟他道歉吗？啊，现在他来了，道吧？不是，那不是我说各位，咱们在一块儿可不是一天两天了，这事儿跟我姐夫没关系，这是我做错了事儿，是我对不住人小兰子。为了季风楼，为了各位伙计，我怎么都成。我这人还就是这个，好汉做事好汉当。栾妹，私说你能拿出主意来，瞧着，这叫办事儿。得了，二爷。不是你啊，你看这边。学堂啊，你也看见了，秋晨他是真心真意给你道歉呀，你别怪他啊。不能。哎，咱们季风楼啊，到今儿啊，就结束，该了的也了了。学堂啊，待会儿啊，我多给你点钱，总不能让你再上大街上要饭去啊。姓张啊，把他们都叫来，我交代几句，咱们散了吧啊！等等，别那么急。有办法？办法是没有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伙计们都不能走，得帮您出出主意。先想着，到最后没办法了，再散也来得及。不是，这么天盒没辙，姐夫这个啊，那我刚才这你有辙吗？啊，没辙，你一边待着去。学堂啊，你好好想想，你要是能帮咱们季风楼渡过这难关，我让你当堂头。但我今儿得好好说你两句啊！
刚才老掌柜跟二爷那是一唱一和啊，那是演戏给小栾子看的，您就真信呢？不是，我那意思是想说呀，我都看出来了，师傅能看不出来吗？你看出来了，你不好好借这机会好好整治整治他？他跪，你就让他在那儿跪着。宋将军差点把你给毙了，我忘了，这得多大仇啊！把人往死里害。掌柜的跟二爷，看来是真没辙了。要换做我呀，也得这么干。哎，我就是觉着呀，这么一大饭庄子要是散了架，可怪可惜的。你额娘的这病啊，可不能再耽搁了啊，雅丽，赶紧看看大夫。您都懂这个道理，就我阿玛一人不急。哎，你说这你额娘怎么就嫁给官贝了呢？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她嫁那会儿还大清朝呢，搁我也嫁给他。可不是嘛，再怎么说那也是贝勒府，瘦死的骆驼比马还大呢。你们俩就别拿我开心了。哎，来，再加点这个吧。哎，小栾子，孙大姐，过年去。魂不守舍的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我没事儿，是店里出了点事儿。那西北军抓住了小辫子，罚我们劳军。哟，那赶紧让帮掌柜的送点什么大米白面的。哎，这钱该出得出啊。光要钱就好了，人家不要钱，让我们店管8000个人的饭菜，南口劳军去。这8000个人得需要多少人干活啊？我觉得至少得300个灶吧。掌柜的都去找餐饮协会会长了，不管用，没戏。人家说了，这事儿帮不上忙，你就得靠自己。300个灶。得了，你想办法。啊。哎，你等等，我倒想出来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这事儿你找餐饮协会的江会长没有用。那找谁呀？这位是孙大姐，北平这市面上跑大棚的，她基本上都熟。你想啊，这一般人家办那个红白喜事，他也进不起那饭庄子，所以这些大棚师傅都是在外头支上灶就开始练。什么劳军呀，讲白了不就请8000个人吃饭吗？我琢磨着把这几个师傅都请过来，料咱出不就完了吗？你说那些当兵的，也没吃过什么，有鱼有肉就成了。关键是那几个头儿，把他们伺候好了，我觉得这事儿就一准能过去。好，栾子，你这脑子怎么长的？你怎么琢磨出来的？刚才我路上啊，跟小栾子合计了一下，这8000个人，150个灶就够用的。哎呀，学堂啊，你可真是咱们季风楼的智多星啊！就是这回有个事儿也跟您商量好了。说，所有来的大棚师傅一个人大概得5块钱，最后这几个牵头的师傅，请他们吃顿饭，您看成吗？就这事儿啊，成了。大伙儿都听好了啊，这个劳军这事儿呢，我就交给学堂办了。咱季风楼能不能度过这个难关，我可就全靠大伙儿了啊！你是季风楼的？对，我姓栾。这8000人的劳军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今天来就是跟您商量这事儿的。跟我进来吧。哎，3两5，进来。嘿，小栾子，怎么样啊？先给了一半，一共是12000块钱。哎呀，小栾子真有你的呀！这么多的钱，还真让你给领回来了啊！秋晨，你这算的怎么样了？不是啊，这个料钱可是咱们出的，这给钱可不那于头孙什么说那价，他们就是跑大棚卖点力气，按那价给咱没赚头。这个，二爷，咱这回可是过关呢，先别提赚不赚了，保住脑袋再说吧。没那个话，你做买卖嘛，你当然是不能做亏本买卖了。这么想，二爷，北京这么些个饭庄，谁家做过8000人的饭，对不对？咱把这事儿给干好了，那赚钱的日子在后边呢。不，赚钱是赚钱，出名是出名，两码子事。我就爱干那一箭双雕的事儿啊！行了，先稳住他们再说啊！哎，学堂啊，你买菜的时候压价，能便宜就便宜，闻的也是肉啊！我明白了，但是掌柜的，二爷，
给您提个醒，其他人都好糊弄，但是这帮军官的饭千万别糊弄，让他们说出一个不字来，咱这回就白干。掌柜的，掌柜的，了不得了，了不得了！压嘴，怎么了？掌柜的，我跟您说，这回人对面季风楼正经干了件大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您还不知道啊？劳军，8000人，8000张嘴呀！哎，您不知道啊，现在外面南口军营那儿都热闹的开了锅了。什么这个汪掌柜，这厉二爷，前后这些伙计全在这忙活着。这回人家季风楼那是赚翻了。这8000人吃饭，就这活他们也敢接？谁说不是啊，掌柜的？哎，要我说呀，就这活您可是全北京城也没人敢接。可谁成想，对面楼上那小伙计小栾呢，他就愣有办法。哦，您知道怎么着？他把全北京跑大棚的都给弄去了。你说这，哎，那场面您是没看见，掌柜的，8000人哗这么一吃面，知道什么叫人才吗？人家那就叫人才。掌柜的，咱是事先跟那些个师傅说好的，按人头算，1人5块钱。现在不给，不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呀？不就炒俩菜吗？啊，料是咱们出的，官是咱们伺候的，就炒俩菜，张嘴就5块钱，凭什么就5块钱啊？关键是咱事先答应人家了。小栾呐，先前咱们给的他们那些钱呀，足够他们干10天半个月的了，他们该知足了。可是您想想，咱可请了100多位师傅，加上这些徒弟，这人数都快赶上军队了。这万一要是闹起来，你说咱不能因小失大不是？小栾子，这你放心，他敢上门闹，我警察局有的是人。他要真敢来，我真弄死他。可是我总觉得这事儿，栾子，那个掌柜的自有分寸。辛苦了。得，哟，脸上还挂相，不是没这样的啊！我说啊，一跑堂的跟掌柜的甩脸子，不就出一主意吗？怎么了？这是什么规矩？这是？哎，行了吧，我没见过这个。哎，不是。小栾子，这回你们饭庄做事儿可太不地道了啊！你做人可不能学李秋臣啊！姐，这事儿不怪我，不是我的主意，都是我们掌柜的。那不管谁掌柜的，活是你找的，钱你掏，今天不给，甭想走。我说高升哥，你别怪我不拉着他，这事儿啊，确实是你不地道。是，就算怨我，你把手松开，说完了再打，我跑不了。松开，松开。你说，既然他们不仁，我也就不义了。我想了个招，把你们这钱能给你们弄出来。你能有什么主意啊？你，哎，你朝我这儿来一拳。哎，就假的啊！完事我告诉你。别太使劲，来吧。啊？哟，没事吧？你这？没事没事。啊？就跟你说了，假的。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呀？长官，你得给我们百姓做主啊！是啊，先起来，都起来说，这是军部。谁呀？啊，谁下手这么黑呀？这再偏一点，眼睛就瞎了。瞧见没有，姐夫？这就是欺负咱们季风楼没人呢！等着，你们都等着，我找老胡去，我这就把这个跑堂子给我抓起来。谁？怎么回事？这是？有话好好说，你们闹什么呀？王掌柜的，做人不能这么不地道吧？啊，说好了价钱，怎么就反悔了呢？我们活干了吧？可是钱呢？你说哎呦，郭参谋，您怎么来了？来，请坐。汪掌柜的，你可真会做生意呀！啊，
你雇这些个跑大棚的劳军，大家吃的挺好，将军也高兴。可我听说你克扣大伙儿的工钱，宋将军爱民如子，你这是诚心给我们齐北军脸上抹黑呀？不是，误会啊！误会啊！那我们的钱呢？蹦子儿可没拿着啊！就是，打着将军的旗号欺负百姓，带走！别，这其中肯定有误会。小栾子、秋晨，听我说说呀！还有他，一块都带走！快！郭参，你听我说句话。还有什么好说的呀？不是掌柜的，怎么可能差他们钱呢？是，这事儿你可办得不地道。别捣乱，大伙儿听我说一句啊，你说这事儿是我牵的头，不假。我要是让你们拿不到钱，我将来在这朱市口就没法混了，是不是这么个理儿？第二一个，季风楼这么大个饭庄子，怎么会差你这点钱呢？事情是这样，郭参谋，您给我那钱可不是现钱，是那票据，对吧？对呀，银票啊。是啊，我们得上银行去兑去，这兑钱得需要功夫吧？这事儿就差到这儿。那天有一个算一个啊，你放心，一个子儿都少不了。我刚才跟掌柜的在后面对账呢，数人头呢。不信你问二爷管账。是啊。这就得容功夫兑钱，不是吗？这刚才商量怎么给大伙儿发放呢？是。哎，得嘞，当着官爷的面，我们就想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现钱。现在就拿呀！对，听见没？现在啊，马上发，放心。哎，郭参谋，正好您在这儿做个人证，我们马上给大伙儿发钱，一个也不差啊！大伙儿给我领钱去！来，都来领钱啊！你说老掌柜也真是，魂记吃不记打。这事儿就得闹一下，不闹拿不着钱。劳军这个事儿啊，多亏了小栾子，我汪某说话算数。小栾子，打今儿起啊，你就是堂头，你们几个没意见吧？没意见。算了。我还真当，我当不了。哎，栾子，听我说啊，咱季风楼老老少少里里外外没一个不服你的。这堂头啊，你就干了吧。我干，您干什么去啊？你别管我了，我干我的，你干你的堂头。不合适。你行了，栾子，你这堂头当的，对，你就当吧。好了，就这么定了。鸟啊，再不叫唤，别人可就要骑在你头上拉屎了。小栾子当上堂头了，你看吧，要饭的啊，上饭庄子当了堂头了，这传出去多让人笑话。这个，哼，那孩子有两把刷子，以前要过饭，不过这话得说回来，那朱元璋还要过饭呢。姐，您拿他跟朱元璋比，您倒真高瞧他。哎，他给我姐夫出点主意，哪个不怂？哪个不怂？你说，他是姚泽胜派来的人。店里甭出事啊，大事小情只要一出，姚泽胜头一个知道。谁说的？不就他吗？这种人怎么能重用呢？姚先生那人家也是股东，所以我姐夫糊涂啊，看不出好赖人了，给你安排监信桥来了没有？我是你亲弟弟呀，什么时候夸过我？成天在店里，哎呦，小栾子长，小栾子短，用不了2年，堂头，我这二掌柜的都是人家的。哎姐，在店里当着众位伙计让我给小栾子下跪，这事你知道吗？除了咱爹咱妈，除了你，我跪过谁？让你给伙计下跪，这我能瞎说吗？我跑前跑后这么些年啊，姐，我落这么一个。行了，姐，什么也别说了，人家瞧不起咱姓厉的。你别着急，别上火啊。姐给你出气去。哎呦，出不出气，我这脸也掉地下了。姐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不伺候，我真干不了。他干他的，我干我的。季风楼他随便折腾，我也开一饭馆。我看倒是他强，是我强。当然，栾学堂，你命里注定就是咱季风楼的贵人啊，要不然就这几次三番，凭他汪掌柜，季风楼不定被查封几回了呢。好啊，哎，今天呀，
掌柜的可出了不少钱呢。我估摸着他现在呀，正在家里头捂着胸口。哎呦，我的钱喽，我的钱喽！行，学堂，干咱们这行的呀，一定得记住，那真是教不得造不得。你干好9次，有1次干不好，那都得砸了饭碗子。师傅，你放心，您说的话都记在心里。学堂，你现在是堂头了，以后啊，不管是灶上的事儿还是前面的事儿，一定多加小心。你要有什么不明白，你就过来问我。行，我记住了，师傅。还有啊，从今往后啊，你就是堂头了，尤其当着外人的面啊，不许管我再叫师傅了。对了，跟着我小叫声徐大哥。对，叫哥就成。那行，我听你的，不叫就不叫，但是您2位永远是我师傅。来，徐大哥，程大哥，武大哥，我敬你们一杯。来，兄弟。什么1万块？哎呦！你别那么看着我，眼珠子差点没掉出来。那秋春也不小了，他想自立门户，我看现在是时候。是不是你当姐夫的不支持一把，谁支持？姐夫，我跟我姐说好了，这1万块钱啊，算我借的，赚了钱还你。还？哎呦，你拿什么还啊？瞧你喊什么喊？这家里有多少钱我都知道，借不借吧？这当姐夫的不支持你，我就这么一个弟弟，你拿他当一回自己的亲儿子，支持一下。他我儿子，哎呀，我的夫人呐，1万块钱那可不是小数啊，借给他。哎呦，看看你这位宝贝的弟弟啊，他是自立门户的人吗？他，哎，姐夫，话怎么能这么说啊？那以前什么事儿不是我给你出主意啊？现在小栾子来了，你卸磨杀驴啊？对，姐，你问他是不是他？让我给小栾子下跪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你这种事儿，你哪能让他给伙计下跪呢？我再不自立门户，我这面子往哪搁呀？徐永海他们还听我的吗？那也是你自个儿做的，你现在已经是2贵了啊！别太贪心。所以呀，我不在你眼前碍眼，打今儿起是吧？你干你的，我干我的。你干你的，干什么呀？开饭庄啊？哎呀，你这真是，你能开饭庄，人就不能开饭庄了？这不胡闹吗？你打听打听，这前门8大楼有哪个饭庄不是2万块钱起价啊？这您甭管，我告诉你，我有我的道，我还明告诉你，知哪儿吗？对面望德楼。哎，说胡话呢吧？哎呦，你就别老想着自立门户了，赶快啊，瞧病去吧。喝点喝口，几位。好嘞，您喝着啊。这菜有什么不合适的，你跟我说啊，别跟我客气。好嘞。哟，大姐，您来了。你说是不是你的主意？这，王女，你快去看看那边那乔爷说这糖醋鱼这味儿不对，非得重做，你给搂搂去。你帮我照顾大小姐啊！你先待会儿。堂头啊，狗事儿啊！哎，大小姐，以后不兴再这么叫了啊！现在是我们堂头。就他啊，可不是吗？现在季风楼从掌柜到伙计，能活到现而今，全凭着学堂的主意。劳军听说了吧？啊，对呀，8000人的饭。一听这事儿，顿时就全麻了爪了，全凭着学堂的主意，这才叫度过这一关。看看今儿这生意，这多好！那都是问呐，您这劳军谁出的主意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假的，出息了。哎，怎么着？不从您做了？没事儿，说2句好听的就过去了。伙计上酒啊！哎，别，快点！你现在是堂头，我来。哎，来了！行啊，都当上堂头了。兄弟们和师傅抬举，请我吃饭。行，福禄寿喜，我可请不起啊。你当上堂头了还那么小气？当然堂头也没你有钱呀。来吧。我没听错吧？你要开饭庄？那怎么着呀？哎，老胡啊，难不成我这一辈子我跟季风楼合着就干一2掌柜的？我真2爷，我这个。
这不成啊！哎，老胡，你平心而论，你说我跟我姐夫谁强？那还用说？你姐夫那人谁不知道啊？忒抠，创业不灵，守业又勉强，明白人。可是开个饭庄，必定不是笔小数目啊！哎，你不会惦记我那点家底儿的吧？我告诉你，还有没有啊？没有，没。瞧你这人，你瞧你这人这德行！我告诉你老胡，哎，不光不惦记，到时候事儿成了，有你2成还这数。这话我听着悬，我怎么那么不信呢？你爱信不信，到时候你就信了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老胡，你也得帮着我点。你瞧，嘿，绕回来了吧？我就知道你小子没憋好屁。不过这开饭庄子，我毕竟是外行。哎，你什么都甭管，就一样，你把对过望德楼你给我拿下来就急。望德楼，钱广润的望德楼，就是他。你开不得开大的吗？咱们门对门，脸对脸，就这么开着，倒看谁强。等我赚了大钱，我把钱拿回季风楼，咱再聊这事儿。老胡啊，你说到那时候，那北京城做饭庄子这里头，那我就是龙头老大呀！啊，你说江云国这协会会长，我跟你说，我要是他应该主动让给我。说，你接着说。醒醒吧啊，没事吧？先别扯什么北京城，就说人家钱广润的望德楼，凭什么开得好好的，你说拿就拿呀？这事儿啊，一两句话说不清楚，得按步骤来。我是这么想啊，头一步，就那个柴火底下撤柴火那词儿，那怎么说来着？釜底抽薪。老胡，就按这主意办。好。什么时候改我的主意了？你又把我给装进去了，你。曾哥，哎，二爷，还这么巧？一点都不巧，我诚心等着你呢。曾叔，怎么着？他们没雇车送你啊？哎呀，我嫌麻烦，我自己溜达溜达。哎，等，你这人不错。我这人呢，心直口快，开门见山，从不藏着掖着。你考虑一下啊，你要能来我季风楼，他们给你多少钱，我给你涨2倍。哎，他们雇车，我照旧，你不能不答应。不是，我这人呢还是得皮薄，轻易不张回嘴，你不能含糊喽。我知道这堂主有点冒失啊，这事儿你必须答应。说，你要嫌钱少张嘴，说，多少钱？说，二爷啊，说吧。我这个人嘴笨呢啊，别的我不说，我就说一句，你说，除非呀。您拿刀架着我，每天把我捆在这儿，要不然呢，我可不去。您还是趁早跟王掌柜说一声，谢谢二位的美意。我曾念安呐，没那个本事，伺候不了二位，对不住了。啊，不是，嘿，我这是求贤若渴呀，我这个。哎呀，大嘴呀，就这档子事儿，我告诉你，就你二爷我这面子，吧唧就扔地下了，全碎成渣了。现在是二爷爷，您说您有这事儿，您倒跟我念叨念叨，我帮您琢磨琢磨。就这曾念安，他是那种啊让人一挖就走的人吗？他怎么了？他长几个脑袋呀？不是，我是做不了主，我要能拍板，我给他涨3倍的钱，他走吗？二爷，不是这话，我跟您说。就这曾念安呐，那在望德楼，我们掌柜的对他，比伺候自个儿亲爹还亲近，知道吗？我说句您不爱听的啊，您满说给他涨3倍的钱，您就给他涨出5倍来，他都不见得去。他这么死心眼子呀？他，你看，这曾念安呐，那在望德楼那，啊，当然账上的事儿他不管了，那可比掌柜的风光多了。哎，什么话都甭说了。其实说心里，一个曾念安走不走，我不是恨往心里去，就关键他让这小栾子压我一头，我这心里头我呵。啊，二爷，合着您还是想招呼招呼栾学堂啊？当然了，那您这事儿您也跟我说的呀。你有招？招不招的呢，谈不上。
但横竖是一办法。是一办法。你就说呀，什么办法啊？一听这我就着急。我那二爷，就咱办不了的这些大事儿，您都让他办去吧得了。你什么办法？咱们办不了的还得大事儿，让是个办法，是办法，是办法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什么？挖曾念安？那怎么着呀？望德楼之所以压咱们一头，不是因为别的，就是因为曾念安。姐夫，这么响当当的大厨，您可别说您不眼馋。我馋，我真眼馋呀！可曾念安是谁呀？啊，他可是钱广润的心头肉，你挖他，哎呦，真敢想！8000人的饭都能做，挖个人算什么呀？你守着小栾子那么一人精，这不使白不使啊！再说了，他是谁呀？您亲口封的堂头。这身为堂头，你不得干点漂亮事儿，给自个儿长长脸，顺便扶扶众武的呀？有理。学堂啊，咱这季风楼和对面的望德楼都同在一条街上，都是做鲁菜的，应该是兄弟吧？啊，可是他钱广润呢，这些年一直给咱们季风楼下绊子，这左一回右一回的，你都看见了。您跟他一般见识，掌柜的，咱家买卖不比他差，只要您领着我们好好的干，没多久一准盖过他。你不了解呀。他钱广润就是一个无事生非的人，你说他望德楼凭什么比咱们季风楼强啊？他就是靠一个人，曾念安，曾师傅。对啊，这曾念安曾师傅可是钱广润的活财神，这满北平城的饭庄里算是数一数二的大师傅啊。我就琢磨着哈，怎么才能让咱们季风楼压过他望德楼啊？怎么才能让他钱广润服输呢？只有一个办法。咱们把曾念安挖过来怎么样？这个不那么容易，那么多年的老伙计了，哪能说过来就过来？是有点难呀。要不怎么找你来呢？你说谁守着这么一个大师傅能轻易让别人挖走啊？所以我就看中你了，你脑子好使，帮我想想。哎，你先别拒绝，你好好想想，怎么才能把曾念安挖过来？啊？这事儿还真得好好想想。薛堂啊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现在就指望你呀，你就是我的诸葛亮，咱们季风楼的小孔明。这事儿啊，我就拜托你了。事成之后，我重赏啊。没事了，行了，您就慢着点啊，董师傅。你回来啦？哎，我说你在屋里等着我就行了，这外边风大才冻着你。只要不把我刮走啊，风再大我都不怕。我给你买点心了，走。相好的啊，还是有夫之妇。没错，我还打听了，据说是一个当兵的。你可是没见到那曾师傅，平时拿正眼都不夹别人，见了那女的柔声细气的，那叫一软和，哎，比这面条还软和呢。这姓刘新是吧？你琢磨他那长相，色。你没暴露吧？你忘了咱俩之前是干啥的？我扮成乞丐跟踪他，他看不出来。来，哎，咱俩喝，咱俩拜礼，来吧。啊，
喝不动了。那是喝不动。来吧，把这杯干了，来，再喝一杯，来。咱们，哎呦呦呦呦！贝爷，贝爷，你看这么着啊，这是您定的规矩，自己定的规矩不能自己破了吧？是不是？规矩呀，啊，连皇上都没了。皇上没了，您不还是贝勒爷吗？是不是？来，干吧，干吧，来，自己拿，来。阿妈，哎，阿妈，哎，阿妈醉了，几位叔叔，咱们改日再喝吧啊！阿妈，咱回家。别，等会儿。这格格的面子我们是得给啊，可是这么大的场面也得收得住才行吧？您什么意思呀？没什么意思。您阿玛馋酒，约我们一块儿来的，说好了，酒不喝完这不能走啊。成。喝完是吧？这下满意了吧？阿玛，回家了，咱回家吧。哎呀，这事儿你能办妥啊？差不多。差不多是差多少啊？回头这么些钱，钱揣走了，你人没了。哎，二爷，我要是想跑，不会在咱季风楼干到现在。哎呀，学堂啊，甭当真，二爷逗你玩呢，信得过你，信得过你。你打算这事儿怎么办啊？等我办成了，再向您交代。嘿，他还卖上关子了。谢谢您，阿玛，慢点。哎呦，慢点。给您钱，谢谢啊。刘神，这大清国亡了，我这铁杆庄稼也没有了。大清国呀，你怎么就亡了呢？阿妈，您别再说醉话了。您现在还不明白吗？这往后都得靠咱自己个儿了。来，当心，没事。来，加点热水。哎，啊，这个忙了一天呐，这个泡个脚是太……谁呀？谁我也不怕，要是他，我跟他说。让我去，你等着。擦擦脚。来啦！曾师傅，阮学堂，你还知道小的名字呢？你不是你是季风楼的，我是望德楼，你走错门了吧你？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啊？缘分，有缘分在哪儿都能碰上，没别的，我是个大爷，一点意思，您笑纳。哎，你贿赂我是吧？你拿走。哎，曾师傅，这好好说话，听人把话说完的。行，既然您都挑明了，我也别绕弯子了。这钱是我们掌柜的给您的，解您的燃眉之急，让您二位好好的安顿下来。你拿走！我老曾自打进了望德楼，不知道多少饭庄子想挖我走。哎，比你的汪胖子出价可大方多了。我送给他们的话，今儿我也告诉你：东西拿走，恕不远送。得，曾师傅，您讲道理，我栾学堂佩服。行，听您的，您让我走，那我走。但走之前，我说句话，您别不爱听。您说我们个跑堂的，这整天的南来北往，东奔西走，这说不定哪天就在京城混不下去了。万一去了您的老家呢？
是不是？恰巧又认识了您的那些爱串闲话的邻居，我这嘴子不把门，把这档子事儿给您说出去。你敢？我是不敢呢，我就是个跑堂的伙计。可是您别忘了，这酒壮怂人胆啊！我那天喝多了，我这舌头我管不住啊。我可听说了，您在老家啊，好像是有家室，还是名门的望族。这小姐姐家门口可挂着呢。护国光荣，你说这俩事要放到一块儿去，这好说的不好听不是？得了，我回去了，您休息。哎，小兄弟，哎，你先别走，你坐会儿，我跟老曾说说。不急不急。老曾，怎么回事啊？平日里就跟我哭穷了，只会送上门的钱你又往外推，你就是个厨子，给谁干不是干呢？哎呀，这不是你。这望德楼跟那季风楼，它就是那潘仁美跟那杨继业，它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我知道您为难，曾师傅，这事儿换了我也为难。但是您得这么想，您是谁呀？曾念安，这北平哪个不知道您的能耐？那就是望德楼的摇钱树。可是这么多年了，您摸着自己良心说啊，你们家掌柜的对你怎么样？每个月给多少钱？我们掌柜的可说了。只要是您愿意过来，每个月多给5块钱大洋，5个大洋啊那是。曾师，我跟您说实话，我们家掌柜的平时抠着呢，